10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兵力，为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台岛南部、台岛以东开展联合利剑2024B 演习，舰机多项抵近台岛，诸军兵种联合突击。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强力震慑，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必要行动。 同一天，中国海警舰艇编队为台岛周边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还台岛巡航管控。这是按一个中国原则依法管控台岛的实际行动。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表示，10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台岛南部、台岛以东开展联合利剑2024B 演习。 舰机多项抵近台岛，诸军兵种联合突击，重点演练海空战备警巡、要港要域风控、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治权等科目，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强力震慑，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必要行动。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 这次演习针对的是赖清德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台独分裂分子要想在中国的领土上搞分裂活动，只能是死路一条，必将成为解放军军事行动的重点打击对象。第二，这次演习表明，解放军坚决捍卫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它不仅展示了我们空前强大的实力，彰显了坚定不移的意志。 而且进一步塑造了对台进取威压的态势，同时也反映了解放军改革强军练兵备战所取得的扎扎实实的成效。第三，这次演习将对台独分裂势力产生更加强烈的震慑。我们就是要通过演习，明确地告诫赖清德当局，台独分裂只能是死路一条，分裂势力胆敢挑衅一次， 解放军就进取一步。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得越紧，我们封锁台湾的链条就会拉得越紧。 近半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于2024年5月23号至24号举行联合利剑2024A 演习，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重点演练联合海空战备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联合精打要害目标等科目，间接抵近台岛周边战巡，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 在演习科目上呢，有很大的不同了。那上一次呢是包括了有联合的这种战巡夺取呢制空权等等。很显然，第一阶段的这些工作做完之后，那我们看一下这次呢就是联合利剑2024B， 那它后边呢所做的，看呢就是实施呢对台岛的整个封锁。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10月14号，海警2901编队、1305编队、1303编队、2102编队为台岛周边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还台岛巡航管控。这是按一个中国原则依法管控台岛的实际行动。 伊朗为了破坏美国稳定，可能密谋行刺特朗普，并致信特勤局、白宫和国防部，要求美国政府动用军事资源加强保护，包括派出军用飞机接送特朗普，扩大对特朗普住所和集会场所的飞行限制，在摇摆州预先布置防弹玻璃，以及为其提供军用车辆。对此，美国总统拜登回应称，会为特朗普提供等同现任总统的保护措施。 Will you approve Mr. Trump's request to use military aircraft in the final stages of the campaign? As long as you didn't ask for F-15s. So what happens? Look, well, I've told the department to give him every single thing he needs for his, any other, as he were sitting president. Give all that he needs. If it fits within that category,
that's fine. 美国特勤局证实，已经给予特朗普最高级别的保护。除了以上资源，特勤局还向这位前总统提供了包括反无人机空中监视系统在内的先进技术系统。有分析指，这些要求既非同寻常，又史无前例，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在选举前乘坐军用飞机。另一边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则因为是现任美国副总统，所以可以得到海军陆战队的保护，并乘坐代号为空军2号的军用飞机。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已经遭遇过2次未遂刺杀事件。7月13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一次竞选集会上遭到枪击，右耳被子弹击伤，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毙。此次刺杀未遂成为此次美国大选的重要黑天鹅事件。2个月后的9月15号，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打高尔夫球时又经历未遂刺杀图谋，这回没有受伤，嫌犯被拘捕。外界认为，此次特朗普团队再次炒作暗杀企图，有博眼球嫌疑。此前有知情人士称，伊朗认定特朗普等美国官员需要为2020年苏莱曼尼遇刺事件负责，正试图暗杀特朗普。但美国联邦调查局早前指，没有证据显示针对特朗普的2起行刺案与外国存在联系。伊朗也否认跟事件有关，强调无意干涉美国事务。有美国舆论称，7月份的那次未遂刺杀给特朗普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民调提升效应。在美国大选倒计时3周之际，特朗普和哈里斯在7个摇摆的民调不分上下，共和党阵营想要复刻当时的场景，拉抬选票。哈里斯方面也不甘示弱，12号他公开了身体检查结果，证明自己具备胜任总统职责的生理及心理素质，同时质疑对手特朗普欠缺透明度。So today I released my medical records, as has, I believe, every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xcept Donald Trump in this election cycle. And it's just a further example of his lack of transparency. 现年59岁的哈里斯公开医生信件，显示他在4月进行的体检结果并无异常，健康状况良好，只是有季节性过敏及荨麻疹。外界认为，哈里斯竞选团队期望通过公布健康报告与特朗普今年甚少公布健康详情的做法形成对比。此前，特朗普多次打出年龄牌，抨击民主党此前的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拜登身体状况欠佳，不能胜任总统之位。然而，如今年龄回旋镖伤及自身，特朗普团队回应称，所有人都认为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完全可以胜任总统一职。此前，美媒曾透露特朗普胆固醇过高，而且他公开表示自己非常钟爱高热量的垃圾食品。一些心脏病专家曾担心特朗普可能有中风或心脏病发作的风险。美国又来拱火了。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批准向以色列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并派遣相关美国军事人员，以帮助加强以色列防空能力，作为对伊朗袭击以色列的回应。美国向以色列提供萨德反导系统，目的是在伊朗于4月中旬和10月初2次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的背景下，帮助以方增强防空能力。这也是美军近几个月来在中东调整力量部署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不是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萨德系统。去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拜登指示美军向中东地区部署一套萨德系统。2019年，美国也曾向以色列提供一套萨德系统。有分析指出，美国一贯奉行双重标准，在中东问题上拉偏架的做法，正在把中东推向战乱的深渊。